说，没什么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声谢谢。但是，在我没有公开这些照片之前，我不希望被任何狗仔看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王思薇的亲妈是个小姐，卖了安盛广场，全力开发智能楼盘，不也是你的理想吗？你干的坏事还少吗？教训我，啊！表面把钱借给我，实则是想控制我，然而不枉非礼也。你给我等着！青青，青青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别吓我。是什么？你怀孕了？这不都写着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去医院。啊？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孩子要是没有问题，就生下来了。你要他呀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要吗？我想啊，我当然想了，当然想要了。我以为你不想要。
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想要呢？我在家里10了1天，我就在想，你看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就很怕你不想要他，我也怕我自己不想要他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这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。你怀孕了？啊？所以以后啊，什么咖啡、红酒、冰淇淋，我就不能再跟你们一块儿吃了。你们要记得监督我啊，我这人自制力比较差。你这决定生下来了？那不然呢？尚纯怎么想？我知道你们肯定是担心他会不会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其实一开始我也挺担心的，可是我跟他说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可高兴了，可宝贝这个孩子了。所以他不跟艾里结婚了？那倒也不是。你不是说过等他结婚以后就跟他分手吗？那现在我都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提分手啊？那你愿意孩子生下来，家庭就不完整？咦，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？事实就是这样啊。从姐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都是在担心你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我，那可我现在这样能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说为了他以后的前程，我现在就不要他吧？哎呀，好啦，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可是事情已然到这一步了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好漂亮啊！这是王总给你带的。太贴心了吧！谢谢。还给员工带礼物，看起来就不便宜呢。做王总的女朋友肯定是幸福死了。就是，什么人能做他女朋友啊？就是啊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。一点心意。谢谢王总。好。有几份要紧急处理的文件，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。好。谢谢。苏沫，你的快递。谢谢。这么巧啊，王总、赵总，哎，回律所啊？啊，忙完你们公司的事儿，我就可以下班了。辛苦辛苦辛苦。苏沫，是。我马上下班了。你说什么？晚上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信号不好，刚在电梯里。王总、赵总，我先走一步啊。好，走好啊。啊，晚上你说那资料的事儿啊？哦，我回去发给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要不要去放松放松？
那晚上还能干什么？一个月？你怎么能给这么长时间呢？一个月孩子都生出来了。要换你，你怎么办？换成我呢，我当然是撩他、吻他、宠着他。我已经给人家下出一张转岗申请了，不想再下出一张辞职信。老王啊，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我就是好奇，你别介意啊，随便问问，你到底谈没谈过恋爱啊？你成功追到过几个人啊？追？我堂堂一个 CEO， 9尺男儿，我用得着追？主动进攻对苏沫肯定没有用，我开了口，他就来了个换岗申请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认为，在周律师出现之前，苏沫完全在你的射程范围之内，但是现在这个男人出现了，一切就都不好说了。以我的经验看，你呢，必须要加足火力，要不就要被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不可能，他们也就是打打电话、吃吃饭。这就是你不对了啊！打打电话、吃吃饭，世界上所有的恋情都是属于饭桌。现在你看着是一顿饭、一杯咖啡，将来那就是撒狗粮。你得主动出击，知道吗？现在摆在苏沫面前呢是2个男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周律师。你想不想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？哎，你们2个人呢比身高，行，你赢了。比学识，人家周律师拿的是资深的律师资格证，肯定也不差的，对吧？所以你们俩旗鼓相当。哎呀，但是要是比这个脾气性格，你……哎，等会儿，为什么要比性格？那比什么？比颜值啊！人家周律师长得也不差的了，还有比什么？财富啊！你这就是严重犯规，这怎么到我这儿就犯规了呢？老王哦，你知道我们这些小白领每天想的就是我们要好好工作，挣钱给自己在这儿买一个房子啊。然后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得算着啊，到底是这个商业贷款呢，还是公积金？如果是商业贷款，我得贷多少？我还多少年？利率多少？每天都得算这些问题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每天想的是我要买上海哪块地啊？我要溢价多少？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在一个赛道上啊，这完全就是不公平的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而且，女人有的时候呢，喜欢像周律师那种本本分分的人，过日子的时候让他们觉得很踏实。这话说的我就很不爱听，疼。老王，你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你这种人吧，容易引起女人这个强烈的征服欲。你要是真的对苏沫动心了，你记住一个字儿啊，磨。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软磨硬泡，哪怕磨成渣，你都得勇往直前，绝不回头 ，fighting。哎。晚上我和法国那边结束通话之后，你还有天宇和我一起开个会。在公司吗？不用，电话会议就行，不过要晚一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多晚了呀，还开着灯，多费电呀！小苏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。哎，你怎么那么轻呢？王总，您能听见吗？我这儿好像也不行，是苏沫那边的问题吗？那现在呢？听得见吗？啊，关于提档升级中遇到几个老字号商户不肯配合的问题，我现在……苏沫，
你到天台上讲吧。你说工作不好的，我们这睡也睡不好的，互相影响，好意思吗？哎，舅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小点声，嘘，你都听见了。还埋怨开我了，真是滑稽。你少说点。不是躺着呢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哎，苏沫怎么掉线了？王总，您稍等一下，我正在联系苏沫那边。喂，天宇。哦，王总，苏沫来了。实在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刚才是谁在对你喊？哦，没有人对我喊，就是不小心断线了。继续。是，王总。市场部下个季度的预算，招商部的工作进度，人事部招聘。后来去了哪儿？啊？你舅妈冲进来以后，你去哪儿接的电话？天台上。不考虑搬出来吗？搬出来？找个离公司近的地方，半小时之内的路程。人到了什么阶段就该想什么阶段的事儿，想要走得更远，就不应该停留在为交通成本精打细算的程度。时间成本也是一项很大的开支，多出来的精力完全可以放在工作或者学习上，然后随心所欲的生活。纯属个人建议，你也可以不听。不，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。进来，丛姐，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事？你帮我看一下这几张房源照片是不是你们小区的？还真是我们小区，我们对门。中介说这是集租房，价格还可以谈。啊，是吗？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排排雷，看看有什么水管漏水之类的问题。苏沫，你真的想租我们小区？嗯。王总，哎，这周末咱们应该不会加班吧？怎么有活动啊？弄好了啊，也没什么特别安排，主要是这个苏沫搬家，然后请我和从容去吃饭，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在大家会玩不开心吧？更何况人家也没邀请我。哦，那这么算一算，在场的男士就只有我跟周律师2个人了。不是人都到齐了吗？还有谁啊？不知道呀，你去看看。哎，周主任，我去，你帮周哥把酒倒一倒。好，我来帮你。苏沫，你还叫谁了呀？没有。哎呀，王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家好。王总，要换鞋吗？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周律师也在啊，还带东西了。哎呀，这么巧。王总，您坐这儿吧，我过去走。好。哎，我坐这儿吧，您坐这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坐这儿就挺好。你们还没开始啊？来，王总，你坐吧。哎。王总，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？啊，我刚才跟祥庆打电话聊工作，说你们正好有个聚会，就把我叫过来了。其实我们一直想为安盛的员工打造一个人才公寓。哦，虽然推进需要时间，但是作为领导，我们还是非常关心员工的居住环境。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个小区建设的不错，绿化容积率应该是。王总，你来这儿又不是来视察工地的啊？哎，你们也喝红酒啊？正好我也带了2瓶红酒。是吗？啊，那我们要不先喝王总那个吧？周律师这个等会儿再喝。对啊，对。周律师也要试一试。我一会儿让老张把你和祥庆都送回家。哎，敞开喝。哎呀，我今天必须喝大啊！喝好了再走。咱们敬苏沫一杯吧，乔迁之喜啊！来，祝贺！祝贺！干杯！乔迁新喜！谢谢大家。王总，这火锅是不是不太适应啊？为什么？霸道总裁标配应该是法餐、意餐什么的呀。那是你对总裁不了解。哦，是吗？其
其实什么法餐日料的，上海不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吗？无论是闽贵川粤，还是徽苏泾阳，甚至是瑞法伊奥，在这里都可以做到本土化的融合创新，不是吗？说得好，王总，海纳百川，这也是我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这话我赞同。上海这个城市啊，是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的。看来你们都选对了地方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苏沫，你喜欢这座城市，也喜欢这个城市里的人吗？当然了，像丛姐和赵总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你还喜欢本帮菜，对吗？是吗？你喜欢本帮菜？哦，说到菜，我今天啊，还带了我们老家的特产臭鳜鱼。来，大家一块尝尝。放在盒子里可能会有点凉啊。来，尝尝。姐，小时候每次去你家，姑父都会做这道菜。周律师，你真的很有成为上海男人的潜质，光是会做饭这一点就特别加分。谢谢。会做饭的男人确实很加分。尝尝吧。来。谢谢。丛总，赵总，请随意。我过敏。丛总。啊，我减肥。这么巧啊！我不过敏也不减肥，给我吧。多吃点，咱们家乡的味道。我最喜欢吃臭鳜鱼了。哎，祥庆，哎，你吃鱼过敏啊？啊，羊排呢？不会。有吗？有的。我来给大家露两手。我在超市刚好买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吃你们吃。尚总，你看他们，哇哦，怪吓人的。这鲨鱼的出现，比恐龙还要早起1年。可是恐龙灭绝了，鲨鱼却活下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们的牙齿跟别的哺乳动物不一样，不管脱落多少次，它可以再长出来，随时准备把它们的敌人咬烂、撕碎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尚总，您之前说，如果我把王思薇带到赌场，您可以让我主演一部电影的。可是你不是不愿意跟我合作了吗？那天那不就是冲昏头了吗？我之前以为就是帮这么一个小忙，那谁知道，一下子就闹了这么大这件事儿。王思薇现在输了这么多，她见到我就来气，虽然没分手吧，但是她肯定不会娶我了呀。原来你一直以为自己能嫁入豪门啊，怪不得翅膀长硬了。尚总，你看你这不是又误会我了吗？要不是您创造机会，我不可能认识王思薇的。而且你看，你给我介绍导演，我才有戏拍的嘛。我这一路呀，都是靠您尚总的支持与栽培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知道就好。那电影的事儿，现在不行，不能让王思薇起疑心。过段时间我会安排的，等着吧。哦，那谢谢尚总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，如果把人带到澳门，他如果输了钱的话，赌场是有回扣的。
你别生气啊，尚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别生气，尚总。怎么可能会生气呢？我喜欢跟你这样聪明的人合作。明天我就把钱打到你的账上，放心吧。谢谢尚总。其实吧，这些鲨鱼看起来还挺可爱的。这个会做饭的男人果然是很有魅力，好帅哦！帅，来喽！来，大家尝一下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啊！不知道手艺退步没有？哇，还真不错。来，周律师，我来帮你夹一块。谢谢王总。哎，王总，我上手了啊。来，这块哎，你先来，你先吃。这么客气啊？哎，好吃啊！这个米其林这个几星是3星，3星，绝对米其林3星，都尝一尝，很好吃。要不我们别光顾着吃了吧，我们玩点游戏怎么样？好啊，可以啊。玩什么呀？你00后，你这样，你带着我们这帮老年人，你说玩什么我们就玩什么。我们00后敬老，就玩你们会玩的。开始吧。行。周律师，这样吧，我们先定下规则，每个人我们问3个问题。啊？我想想啊，周律师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那第2个我来问。周律师，如果你成家了，那么过年的时候你是会跟太太回他们家呢，还是让太太跟你一起留在这儿呢？万年老梗啊！老梗吧，经典，别说。其实不论对方是在哪个城市、哪个地方，统统接过来到上海。哦。第3个问题还有的，如果你的老婆和你妈妈一块掉到河里了，你救谁啊？哎呦，又来了！不懂了。这个问题其实我爱莫能助，因为我本身自己也不会游泳。我都不救啊？哎呦，接下来一个问题呢？我这一轮其实已经结束了，3个问题，对吗？谢谢赵总提供了2个不错的问题。没想到赵总真的是安胜八卦担当啊！不敢。敬你。再接着转吧。好了，继续啊，下一轮。王总。啊，王总啊，我来问。第1个问题，王总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有。谁啊？哎，不要说出来。第2个问题啊，如果王总要追这个人，然后呢，他不同意，那么王总会继续追吗？当然。第3个问题，王总，如果你追求这个人已经追到手了，但是你们俩之间差距因为太大，你会不会从你这个层面上把这种差距缩小呢？当然，你如果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关系，王总可以自饮一杯。看来关心个人问题的不光是赵强庆一个人啊。哎，玩游戏嘛，就是得刺激才行，就越狠越……钟声说的对，玩游戏嘛就要守规矩。我和我喜欢的人之间，不管有多大的距离，负责走完那段距离的人，一定是我。这个答案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吗，周律师？王总。盛盛，
这是给你新买的羊毛毯，特别舒服，试一下。姐，你猜王姐她哥带的这个红酒多少钱一瓶？多少钱啊？你看，你查这个干什么？无聊。不是，姐，周律师带来那个1000块2瓶的超市款红酒，和王居安这个私人酒窖的罗曼尼康帝，你选哪个？少来。不是，今天那个王居安都那么明显了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小概率事件上。小概率？算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我去洗澡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事儿也怪你自己，心动不如行动。就我上次说那3部曲啊，那都是得到一致好评的。你要早点表白啊！有周律师什么事儿啊？所以啊，这才认识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你说说。行了，你别灰心啊。那个，也许这个周律师对他而言，那就是纯粹一个蓝颜知己而已啊。哎呀，蓝颜？什么蓝颜啊？你有过红颜吗？那都是别有用心的人编出来的借口。还蓝颜，再蓝就绿了。蓝颜。哎，不用这么生气。你想想，苏沫那个暖房派对，不是也请我了吗？请你了。你有单独跟他约过饭吗？没有啊。你有嘘寒问暖的跟他推荐过法语课程吗？当然没有了。老王啊，把他追到手那才牛。老赵啊，哦。失敬。承让，拉起来，拉起来。快说说，快说说！我听说王居安和那个律师撞一块儿去了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丛姐，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你看他那张八卦的脸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哎，那这么说来，你真的把乔千叶吃成鸿门宴了？这件事情啊，全怪赵向庆，我都骂他了。你骂他有什么用？你别说话，我要听你说。哎，亲爱的，你左手律师，右手霸总，为你鼓掌啊！周律师跟我是老乡，我们2个比较谈得来。至于王居安嘛，我到现在还没想好呢。你要想什么啊？他是王居安，开福利彩票都未必开中的一个。就因为他是王居安啊，所以我才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有什么压力？苏沫的意思是不想踮起脚尖仰视别人。当然了，时代在变，现在也不提倡什么门当户对了。但是女性择偶还是会选择相对匹配，或者是踮踮脚就能够得着的。如果还差几口气才够得着，那是相当吃力的。你少危言耸听吓唬他了啊！男人各方面都比女人强，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现在流行强强联手，讲究势均力敌。哎，那这么说，你和你的小庆庆就是势均力敌了吗？什么小庆庆啊，就是一小男生。还是本小姐最不爱的那一种如假包换的妈宝派，要不是为了可乐，我才……哎呦，你老拿可乐当挡箭牌啊！行了行了，说一大堆就没用的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投资增值来的实在呢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位小姐今天在杨浦滨江喜提房子一套，快还不请客？是吗，丛姐？那要恭喜你了。就是一套小户型，不过好歹租出去的话，能够给可乐赚一些补习的费用。苏沫，在感情方面呢，我给不了你多少的意见，我毕竟有一次失败的案例。但是在买房子方面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好。哎，苏沫，没有啊，桌面上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这发票挺重要的啊，今天必须去财务那儿报了，要不然报不了了。右边，最下面那儿抽屉啊，我看看啊。没有啊，就一个男士香水，最底下啊，我看到了。行了，挂了啊，拜拜。王总，找着了？找着了。您找我有事吗？
刘姐啊，这发票我找着了，我现在给您送过去，好吧？这从姐买个房子就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，这也太厉害了。哎，蓉姐又不像我们，刚来上海要租房子，人家是本地的，一家一套老破小，总归是有的。她父母还是事业单位的，本来就有2套房子，一套给了外孙子，从姐租出去嘛，1个月5000多块的收入总归是有的。哦，她新入的那套还是精装修的，租出去6、7千块吧。人家这每天的税后收入啊，都比一般普通人的工资都要高。睡觉的睡啊，睡觉的睡，就是每天早上一睁眼，睡醒以后，这个钱就咔啦咔啦咔啦都进来了啊。我要是他，这个班我绝对就不上了。你们安盛能给他的工资，也就比他租房子的收入高那么一点点，还得来回来去算上时间成本，多辛苦啊！哎呀，从姐这么努力，这么拼命，真的是太优秀了。可惜了，蓉姐这么要强，没有摊上一个好男人。哎，我悄悄跟你说，蓉姐的前夫啊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妈宝男，所以蓉姐就很讨厌赵相清他。我觉得女人如果活到像从姐这种样子，已经不需要婚姻和配偶来定义自己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像从姐这样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话，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所以呀，你要牢牢把握机会。我告诉你，过了这村就没个店了啊。其实那个律师嘛也还不错的，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拿他当个候补。什么候补啊？你赶紧好好安胎吧你。我说真的，考虑考虑。周律师，苏沫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这种跑腿的事儿怎么能让你干呢？啊，不会是上次加科的事儿又发生了吧？这种巨大人事变动，你有权利拒绝的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。没有，我只是主动要来的，正好想为前2天的事儿道个歉。快坐。谢谢。你是替王居安来道歉的？难道说你们俩已经……啊，没有，那天毕竟是我邀请你去我家的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有责任。嗨，这不算什么。男人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，能激发出多少攻击性，我比你清楚得多。而且，你不觉得吗？能被王居安这样的人当成假想敌，说明我的段位也不是太低，对不对？说真的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跟他解释，让他别再误会咱俩的关系。没有，我不需要向他解释什么。确定？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什么呢？那天王居安在你家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我也挺好奇的，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周律师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接受吗？你是说，如果有一个又漂亮又成功的女霸总出现主动追求我？这个还真不好说。如果我这么说吧，就算她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其实还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去考虑的。我理解你，也明白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咱们俩都是从3线城市到魔都打拼的，都是不仅仅为了混口饭吃，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如果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，很容易被别人贴上拜金的标签，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就会显得无足轻重。如果换成是我可能也不会接受吧。我从专业律师角度上去分析，婚姻就是利益的结合，强势的一方经济条件优秀，那弱势的一方就要付出更多，来维系这样的关系。
我想，我选择的另一半，应该是跟我条件差不多吧。第一，不能是伏地魔；第二，不是拜金女，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吧。那这一切都不会因为特别爱一个人而被打破吗？应该不会。我虽然不是专业打离婚官司的，但是离婚的案件我也接触过一些。我见过太多因为爱情走在一起，到最后都是撕破脸。而且我一直认为，越是亲近的人，一旦互相伤害，迸发出来的能量是惊人的。我也不相信什么爱情可以克服一切困难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不代表所有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吗？当我不断给自己暗示，王居安是我不想触碰的存在，他给我的1个月期限也进入了倒计时，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如何答复。我却越来越明确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所有的努力，不是为了等待一场垫脚仰视的爱情，而是邂逅更加优秀的自己。公司团建的大闸蟹礼盒结束前，每个员工再加1盒，让他们带回去。行，那我跟行政部申请增加预算。好，王总，文件签个字。安盛酒店的客房状态你查一下，尽量安排全员入住，就当员工福利，让大家体验一下，顺便写一下建议。没问题。对了，王总，今年您本人参加吧。董事长那边怎么说？以往这种级别的活动，董事长是不参加的。高层一个都不参加，还谈什么联络委？把那2天的安排都推掉。是。如一场浮华盛宴，我们无路可回。时间就像掌心的水，留不住它余味，不停在这城市里进退，寻找自己的座位。多少人也一样如梦如醉，尝过崩溃的滋味，心才强大无畏，直到不安和疲惫都被我摧毁。我如一场浮华盛宴，我们无路可回。时间就像掌心的水，